怎么不需要缴税呢？很简单，他就成立了一个呢所谓的慈善机构，这个慈善机构呢也是免税的。我把整个呢赚到300万呢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我就免税了。自己成立的慈善机构自己成立慈善机构啊。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的税务局在这个财政部呢，它就改了。这个时候你在收看的是财经 Podcast， 我是能杰，我是丽珍。财经是马来西亚专业的财经平台，那我们的内容呢是有 Podcast 也有影片，那么欢迎大家到各大平台来搜索我们的影片以及我们的内容。那其实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主题呢是优化个人税务管理，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要来看看有哪些的税务减免啦因为到了年底了嘛，我们要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税务要怎么样子来做管理。但是应该说这个税务就是个人税的部分常常都是到4月的时候截止嘛，那有时候还会再延期因为很多人都不听话就没有好好报税，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年底12月份就来谈这件事情，会不会太早了一些呢？丽珍，当然不会太早啊，因为这个虽然说是明年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等到4月份我们才来做整理的话，那时候你就会觉得火烧屁股了，然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然后也去把那些发票啊跟收据整理起来，然后可能到最后你会错失很多的减免哦。是错失减免的话呢，就像我这样子每一年都是 last minute 火烧屁股了才来急急忙忙的要报税然后就发现说这个我成交了这个报税单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是可以扣税的，是那个是有减免的，但是已经成交上去了嘛，如果要再重新 review 的话或者 revise 的话，好像也是蛮麻烦的，所以就徒留后悔这样。对，所以在这个年尾呢，我们其实在做这个节目一点都不会早我们特别请来了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局生，他是马来西亚国内税务及会计专家，他算是税务领域上少数很常上媒体分享税务知识的专家。在南洋商报上也有一篇文章更是提到了他的成功关键就是他不怕被利用。是，其实我看到报道里面也是有说他是来自企业世家嘛，最后他就决定要走自己的路，然后呢他也决定要帮助很多的中小型企业来成长所以算是一个非常没有私心的人啦。然后他除了税务专业之外呢，他也常常在各大的这个商业论坛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然后他也都非常的乐意跟大家分享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我本来以为说会不会请他来聊个人税务会有一点点太大材小用这样。是但是后来发现他也是很乐意分享而且就是知无不聊的感觉然后就是很细心的也很耐心的跟我们就是分享到底有哪一些税务减免，然后需要注意的事项到底有哪一些，真的很佩服他的专业精神，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他怎么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的就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拿督孔令龙局生，跟我们谈谈如何确保2023年的这个税务规划更为高效和优化。好，我们欢迎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来打个招呼吧。好，大家好，大家好。是上次跟你这个访谈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疫情 MCO 的时候，我们整个线上，对，在线上。对，所以今天是可以算是网友见面，对不对？面对面是，害我都有一点紧张了起来，因为其实呢，孔大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好，那其实现在这个报税季节真的是要到了那可能紧张的不只是我，包括了很多个人跟公司，大家都在一直绞尽脑汁说，我要如何更所谓的有效的报税那有哪一些常见的这个税务减免是适用于个人和家庭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最大的程度的去运用它们？我想都是很多，特别是可能已经结婚的夫妻或者是有小孩，大家都想说我能够尽量的能够在税务上面如果能够减免的话，那为家庭多省1分钱，那就能够多用1分钱在家庭上面嘛。所以可不可以请孔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到底有哪一些我们常见的这个税务减免的项目呢？其实呢，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报税的一个季节了。我们讲报税呢，它大概是在4月30号，明年就讲2024年了。当我们是没有业务的收入了，如果有业务收入呢，它是6月30号。
但是现在呢，我们来谈在2023年谈这个税务呢，个人税务它是很恰当。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误解，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就是报2023年的收入。当然，在2023年的收入呢，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讲的减免呢，税务的减免呢，也是2023年了，2023年的1月到12月了。如果这些收据啦或者账单是收不好了，他就很难再做这个所谓的扣税这个减免了。谈到有哪一些方向呢？你想哪一些减免的这些项目了呢？这些项目呢，我们很容易记。我们看自己就是我们讲纳税者啊，然后再看旁边的人就是配偶啊。所以我们当然是有这些税务的减免9000块，这些是很平常，在我们的税务的这个我们讲它的表格啊，就能够显示出来了。然后是我们跟配偶的这些好像是医药啦、医疗啦都能够，然后我们再看往下是什么？我们的儿女啊，所以儿女我们是可以扣的，就好像2000块这些。但是呢，如果是18岁或以上的，我们儿女是有这个像高教，在高教部有这个一讲是大学还是学院还在求学，但是未婚一定要未婚他就能够有8000块这个呢。然后很多人也是忘了一些幼儿6岁以下的，6岁以下呢，他是能够，如果你送去这个所谓的幼儿园看管的啦什么，你就能够扣所谓的这个3000块，这个你看这些就是可以扣的比较普通的啦。如果看自己刚才讲往上呢，就是咱们的这些所谓的父母亲了。那父母亲的医疗也是能够扣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一点，除了父母亲的医疗呢，或者我们讲这些这些好像看管中心啦，这些好像我们讲 daycare 啦这些还有一个东西，父母亲的这个牙齿，如果是能够是 treatment， 我们讲是这个在医疗方面的，不是美牙的费用那父母亲的也是能够扣的如果你是一个负担你这个父母亲的费用了，所以这几项都是相当普遍，我们要懂得怎么去申请，在那个表格里头是对。那孔大哥，其实这里有一个可能比较 tricky 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家里的这个唯一的收入者，然后我是负担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所以就像你上述所说的，其实就很多就是可以去扣除的项目。但是如果万一我的父母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收入，那有些可能是微薄的收入，或者父母他可能他的收入可能比我还要多的话，那这个还算是，但是我也有给我父母这个每个月的费用，这个要怎么样子来看待呢？其实给每个月的费用呢，我讲这个不是家用，它是不能扣的如果你讲父母有这个好像是有医疗的，但是要有医生的证明，他要有一些护士的这些一想看管这些看护这些我们付我们就能够扣就能够扣。所以不管父母有没有收入，他有一点收入，我觉得还是 OK 的。如果他还在工作，收入这一些呢，我想他都不需要你照顾OK，他这不需要你照顾，那个是不能扣的。了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的收入现在都比你多的话，那你只是每个月给家用，就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范围里面了。对。好，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说，因为 inflation 嘛，然后大家的生活可能要应付平常的开支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会选择去斜杠他可能有一些 part time 的收入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多重的收入来源。那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在年度的这个税务表当中去纳入这些斜杠的收入呢？你看，在这个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收入呢，平常都是我讲打工一族就是薪金了。他除了薪金，他可能有一些超时的工作 OT 这些，还有花红，这些都是收入，应当是要报的了我们不谈他的所谓的业务的收入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呢，在马来西亚现在刚才你所讲的这个通货膨胀啦，我们钱不够用了，我们找一些外快
如果找个外快，好比如晚上啦去餐馆或者是兼职啦，你或者是做 Grab 啦，或者你还是做一些多城市的 multi-level marketing 的呢，你所赚取的佣金这一些呢，这些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报。这些都要报税，因为在马来西亚的税务的法令呢，只要你有收入呢，你得报税。那除非你的收入是豁免的啦。那什么是豁免的收入呢？就好比如我们去投资上市公司的股票，然后有这个股息，这个股息它是豁免的啦。还有这些你有多余的钱，你到这个银行去存款，好比如定期存款，它的利息这个也是豁免的啦。所以刚才这些外快这一些呢，它都是兼职啊，它都是有报税。了解。我还发现到一种，很多人呢他就没有报税，就这种收入了没有报税了。我等一下你会猜得到什么收入的然后税务局呢，他以为税务局查不到。当税务局一来查的时候呢，这个也相当严重啊！你就是没有报呢，他很可能他就罚款相当严重的大概是2000到2万这样他的罚款呢，就是什么那些你想租金的收入OK。很多人他自己住的房子，他又买了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呢他就租他觉得我租1个月租1000多块呀，好像也不是很多就不报了也不报了，知道吗？也不报了，自己的工钱可能是5-6千，知道吗？他也不报了呢，因为他每次想到1000多块都不够我供屋子，我供那屋子还是也是1000多块呢，这些我都没有赚啊。其实他不是这样算的。OK 所以很多人我发觉到都没有报这些，刚才你所讲的，他现在还是得要报的。了解。那么要如何正确的去报这些所谓的这个 part time 的收入或者是额外的收入，同样是在我们的报税表上面去申报吗？对，在报税表那边去申报。他那边是有写的，他是第4项，他 under 4 section 4，他就是这一些东西呢，他就是要报的所以它有一些是其他收入所以这些你就要列出来了。好比如如果你有这个租金的，它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你有租金的，你如果有些人讲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租金要报，他就白白的就拿那个租金收到1000块租金他去报了，那这个也是不对为什么呢？你租金也是能够扣那什么门牌税啦、地税啦或者你是有这些所谓的修理这个屋子了这些也是能够扣的，在那边能够扣税的。所以这些它比较蹊跷，它要好像做一些账目这样。了解。那其实我记得我在那个疫情的时候呢，跟孔大哥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事情已经过了2-3年了，我不晓得这个问题它的答案有没有变得不一样。也刚刚好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台湾刚刚颁了金马奖之后，我们也是有优秀的马来西亚导演获奖。那今年我们有更多的优秀的马来西亚的导演获奖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金马奖是有奖金的那所以我就借用这个时事来跟大家可能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国外参加一些比赛，或者是比如说金马奖或者各种奖项，我们得到奖金的话，这个奖金我是需要报税的吗？你看这个奖金呢，很多这些所谓的文化啦、文艺啦，什么拿到的，好像你讲体育的啦，这些奖金呢，它是多数不需要课税的它是马来西亚呢，它是鼓励你这样的东西，但是呢。你讲外国赚跟本土赚呢，它是另一码事如果因为马来西亚呢，它有一个税务的制度，税务制度呢，它不像好像美国这样，它是所谓的世界性的，那么我讲全球你不论你是在本土或者是在外国赚钱，你都要纳税是。那在马来西亚呢的税务的法令是，你在本土赚取的钱。你才纳税。如果你在本土以外，就是讲在外国赚取的钱呢，你是不需要纳税的但是很多人问，如果我在那边赚了，我拿回来要不要纳税？你拿回来呢，还是不需要纳税的。现在还是豁免到2026年2026年的后呢，过后呢，它就不一样了，你得要小心
意思讲你拿回来什么钱啊，那些你都是要纳税的了。了解，都是要纳税的。OK， 那比如说，如果是这个颁发这个奖金的这个单位，他直接把钱汇到我的账户里面，那我也是不需要申报的吗？看是什么奖金哦。如果这些奖金是在我们税务法令里面，每次都有颁发一些所谓的。就想颁布一些新的一些税务的条例啊，你的税务条例的，如果是这样文艺文化这些呢，大多数都不需要的。如果因为你是好像是代表国家你参加呢，但是一样东西哦，他如果有一些好像讲代言人，这些就是你的收入，那些是要报的。但如果这个收入放在国外没有拿回来，是不需要申报。但如果你把它汇回来的话，就要申报，是这个意思吗？你把它汇回来呢？他不是讲要不要申报，现在在马来西亚表格要申报了，意思讲你要申报你汇回来，但是他是不需要纳税，大体上大多数是不需要纳税了，但是2026年过后呢，他就是要纳税的啦。他纳税不是双重的税务，不是，你想你在国外，简单的说，你在国外的税高过马来西亚，你就不需要了。如果你这个国外的税就低过马来西亚，你就要补税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了解。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帮一些就是自雇人士啊，或者是可能开 Grab 的司机啊，或者是送餐的这些小哥来问这个问题哦。就是对于自雇人士来说，有没有哪一些额外的税务是他们可能需要去注意的呢？自雇人士啊，就好像我们时常讲的这些小贩啊，你在这些所谓的夜市场啦，sole proprietorship， 你讲自雇人士呢，很多人也可能他不晓得，好像你讲开这个出租车啦，他也是自雇人士的。你讲 Grab driver 啦，那也是自雇人士呢。这种自雇人士呢，我想他应该要注意的就是呢，他每次拿到的收入呢，没有人替他记账，所以他要自己记录。那当然有一些是有开单有这个发票，那是另当别论，他还是要记录，那记录上收入是多少。然后呢，好比如我们讲自雇人士，我们讲一个开出租车的比较好，比较简单，他有收入了有收入，但是他有费用啊，他的费用就很简单，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汽油啦，它的轮胎啦、维修这一些啦，这些就好像做一盘很简单的账目，收入跟这个支出这样的然后他的所谓有一些盈利呢，他就要报，他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多呢，他就是我只讲他大业报一个收入，那个是错的，因为你放在这个表格里头呢，它就是一个净利盈利呢所以很多人，如果你随意的去扣这些账呢，就是我们讲你的表格是不对了 ，incorrect returns， 不可以不可以incorrect returns 是你就会被罚款了。了解，好，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千万不要那可能就是真的是，就算你是自雇人士，都要养成一个要记录的这样子一个习惯哦。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去年首相安华他在这个提成这个财政预算案的时候，特别提到的电子发票，其实这个电子发票他会去 apply 在这个自雇人士的生意上面吗？也会，你看，如果谈到电子发票，现在本来要在2027年1月1号了，那现在就已经提前了18个月，2025年就要开始了。OK， 你看，我是讲2025年前，你想全体的人员都要遵守这个所谓的电子发票呢。你看电子发票呢，它是有两种啦，有一种呢，它是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刚才好像你所说的了。如果我是自雇人士了我的生意很小，我们讲微型企业了我们讲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是一年的这个所谓的收入它是不到马币30万的。如果这样的，它能够用了什么这个所谓的税务局呢，它有一个 apps APP 那边它能够在那边。他在那边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电子钱包这样的，他一放他的资料进去呢，很快呢就输入到这个所谓的税务局，他就是要用这个所谓的电子发票了电子发票它是一个
输入以及呢输出你的这个发票的这些所谓的它里面的内容了，所以税务局就知道了，他也知道多少钱呢，你卖什么东西啦，然后你卖给谁，那个很重要，他也知道呢。这个是比较简单用 APP 的。如果是比较大的生意的呢，它是在这个软件里头了。软件里头它会也是直接的输入，直接的在那个账目里面挂钩，它就能够输送到这个税务局。所以这个呢，也什么生意都要有，它没有一定的所谓的，它还没有谈到呢所谓你是一个门槛没有，它不是当时的消费税或者是 SST 它有一个门槛50万这样，不是。了解。那其实孔大哥，你说到这个门槛的问题啊，可能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或者是个人也好的，就觉得说，我很像也没有赚这么多，然后我也已经都入不敷出了，那我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合法的避免税收啊？这个有吗？其实当然我们讲合法避免呢，刚才这个就顾名思义，你用这个字眼合法，它就合法了。那所以你要怎么避呢？就好比如果你讲做一个自雇人士他或者是一个打工一族人如果你的薪金，我觉得如果算一个比较毛收入这样，它大概是3500块一个月，你是不需要缴税的，马来西亚。我大概去算一算，你是不需要缴税，大概是4万到4万5一年，你是不需要缴税的。所以马来西亚缴税的人相当少只有200万出一点了所以这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马来西亚的刚才我们一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谈这个税务的减免呢，我们相当多，它的种类呢不少过20相当多。所以这些你扣得来呢，如果你基本的你一个单身的，你能够扣9000。如果你买这个这个保险，你又扣3000然后呢，如果刚才讲还有一个没谈到的，如果你买这个什么一直讲生活优质living lifestyle， 你买手机啦，你买这个你买这个什么平面电脑啦、iPad 啦，这什么东西啦，你都能够扣2500，甚至呢，你去这个什么fitness center 的，你看你入门的这些费用呢，都能够扣的所以这个扣得来呢，你就不需要缴税了。所以这些都是合法的，你要知道怎么扣。如果打工一族的打工一族的这个收入的它是定了所以你就要知道怎么扣。在生意里头呢，我讲那个自雇人士，刚才我们谈自雇人士可能做些小生意的，他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是能够扣，什么是不能够扣税的呢？就好比如很简单，我买的货当然是能够扣税了，我然后给的薪金、给的租金这些都是能够扣税的但是呢，如果我去买一些东西到超市去呢，我买了讲几支的笔是公司要用的，我小生意嘛那个呢你又买一些所谓的家里用的肥皂一起买所以它打出来是一张发票里头但你要知道这个笔是公司的公司用的，你就可以在公司的账目里头扣了。那个肥皂是在家里用的，你就不能扣了。除非你的这个你想你的 office 呢有这个洗手间要用到厕所，它是肥皂是公司用的，这样你能扣。所以这一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合法的怎么来减低我们的税务，不然的话呢，它是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当这个税务局来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罚款。罚款大概是25%这样的到30%这样。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诚实的缴税也是国民的义务对，所以千万不要把就是买给 office 的香皂拿回家里用。我在想呢，查得到查不到是啊，对啊，这个呢查得到查不到呢，我们不能自己去估计查得到查不到，因为你看呢，改次呢，如果是有这个我们讲电子发票呢，
这个就相当风险相当高，因为卖的人呢就知道买的人是谁，所以这个你不可能每个星期都用完一个肥皂这块肥皂这样它是不合逻辑的很可能很小的东西它是查不到。是，但是你如果在小的事情上面，你有侥幸的心态，搞不好你就会以后往大的这个项目，对啊，成为一个习惯，你很可能就被查到了你刚才讲成为一个习惯呢，它的风险相当高，为什么呢？税务局呢，它出了一个条例了，它讲有一个 special penalty， 那如果你犯错呢？你犯错一次，我大概是给你罚款200块到2万块呢，通常是几百块的罚款了。如果你犯错2次呢或以上的如果你是没有报税或者刻意的报错呢，他很可能我们每次听到的，他300%3倍呢来罚你这个罚款呢。相当的重的，是，所以大家要注意那其实现在有一些人也会认为说，我与其缴税，我倒不如把这个钱去捐给慈善团体，这样还可以扣税。其实孔大哥，我想问，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捐献或慈善团体都是能够扣税？我们是不是也是要慎选哪一些是能够，哪些是不能的呢？这个谈得很好，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呢，他都是误解了呢。之前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了。那这个案例在法庭里面判呢，一间公司他赚了很多钱，如果赚了几百万，几百万我要缴税嘛。如果300万，大概马来西亚非中小企业300万，大概要缴整100万的税24%。怎么不需要缴税呢？很简单，他就成立了一个呢所谓的刚才你讲的慈善机构，这个慈善机构呢也是免税的。我把整个呢这个赚到300万呢，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我就免税了。自己成立的慈善机构自己成立慈善机构我也可以请你做董事我不需要做董事看不到我成立的，他就不需要缴交这300万那个慈善机构呢也不需要缴税的。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所以我们的税务局在这个财政部呢，他就改了。如果你捐款呢，你不是全部能够扣的。如果好比如你捐1000块，1000块能够扣完呢？不是，是你的收入你的收入，我们简单这样讲比较容易，你的可征税的收入了。我讲你的收入的10%而已如果你的收入呢，你只是10万，意思讲你只能扣最多是1万。你不能讲10万都不需要给税的，所以这个呢，它是有一个%率，就是10%。这个呢，就是就抵挡了刚才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弊了。再来呢，刚才你所问的，我们要捐款捐给谁呢？如果你讲，当然捐款不一定要有这个免税，但是如果你要免税的话呢，那个团体那个慈善团体它一定要有这个免税的这个所谓的证书了。这个免税证书你得要看，也是可以查的。这个免税证书在税务局的网站里头可以查。它在它的每一个团体呢，你拿到免税呢，这个是在税务法令1967年税务法令呢第44条。如果你有这个免税呢，你一定要在你的收据里头印上你这个免税的这个所谓的编号这个编号它还有年份的，到什么年份的有时有一些到年份的好像学校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讲 building fund 建筑物的它一个年份的，它不可能是建一个 building 是建10年的，一个年份可能是3年的这个要印在他们的这个团体的这个所谓的收据所以你有这个收据呢，你就会是免税，所以要收好要收好这个免税呢，不然的话呢，一来到没有这个收据呢，又把它加回去，就所谓的 incorrect return， 你随便扣如果你随便扣，它可能够罚款你1000块。对，也是罚得蛮重的，大家要特别注意，收据要收好那其实孔大哥，你觉得其实现在我们政府所提供的这些税务的减免呢，它其实有没有真的帮助或者是引导我们大家朝着政府希望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个人的学习的减免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动车，因为现在
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电动车嘛，你觉得其实这些的减免是有效的吗？我觉得这些减免它是有效的，除非你没有用到。OK， 你看，我们来谈几项啊。第一项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优质的生活，优质的生活呢，现在呢，他把它统一，你可以扣税呢2500块。那现在你可能要用的是电子钱包了。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身边在疫情之前可能是没有了啊，少之那。如果你现在你讲你朋友呢之间呢有人没有用电子钱包，你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用电子钱包，你一定要有这个所谓的手机，所以这就让你有买这个手机又可以扣税它这个手机是拿来赚取我们的收入的吗？也不是啊，为什么能扣税呢？你看在税务里头呢，就好像我们在公司这样他讲你的这个一项支出为什么能够扣税？是因为呢，你支出是为了要赚取这收入。那它有一这个字眼，字眼是 wholly and exclusively in the productions of income。那像你讲一直一定要，你不能讲买一个肥皂是因为我要赚取收入，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所以这刚才买手机的也不是要赚取你的薪金所以是引导人民走向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化了是对。第二呢，你看如果我们这个小孩有3000块的这个所谓的 baby 你能够托儿所这一些为什么会有这样呢？是知道呢，可能是双薪，每一个家庭你讲爸爸妈妈都这样都要工作但是孩子谁照顾呢？就是讲我们送去照顾呢，他是有这个鼓励，就讲有这个讲给我们这个减免不然的话费用太过重了这些都是有的。就刚才你所讲的这个电动车了你看电动车呢，不可能买车有可以扣税如果公司买这个商用的车就可以扣税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如果你买车你以前买车了，你去安装一个很好的轮胎，能不能扣税？它是不能扣税，不能扣税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安装这个所谓的充电器它能扣税。它就鼓励我们朝向这个所谓的刚才我们时常讲的 ESG 了，知道吧？减碳减排这个排，所以这些都是朝向都是鼓励我们，应当它是有效的了解，是。那其实孔大哥，你刚才也说到这个双薪家庭我刚才就忘了问你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夫妻两个都有双薪的话，其实你会比较建议说他们是一起报税比较好，还是分开会比较好呢？这个呢，我觉得呢，现在很少人会一起报税。为什么呢？我很少。OK， 为什么呢？你看呢？他一起报税呢，会损失了一些所谓的税务的减免就好像刚刚问9000块的，如果你讲丈夫他报税他有9000块，妻子他报税他也9000块的减。如果你拿来一起报税的话，我们讲 combined assessment 一起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了那个9000块所以现在呢如果是工作呢，两个的薪金也是会相当高。所以你如果相当高，你就不可能一起报税然后一起报税你就会你的纳税额相当高为什么呢？你看本来我的税务没有到那个门槛的，它有个门槛的。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个人税呢是阶梯式的门槛阶梯式的。如果你看本来我是在5万的，5万它还是不高它的税率如果把太太的加进来，哇了，我到8万了、7万了，它就更高。它会阶梯式的增长的比较高了呢。这样呢，我们就讲无端端我们纳税就多了呢。所以现在呢，比较普通的就是分开来报税，所以各自呢都有一些减免是能够扣了呢。好比如你买一个手机，你减免你2500，你可以扣
你太太丈夫也可以扣25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OK， 在收看节目的这些夫妻朋友们大家有听到这个孔大哥的建议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就是每一个家庭你们自己各自不同的这个状况，可能要再去斟酌了。那今天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呢。似乎也是做得非常的早，因为通常关于这个报税的事情，大家都是火烧屁股了，到3、4月份的时候，媒体也才开始来关注哦。所以我们就真的是今天把这个节目先给录好做好，让大家呢在要准备报税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回顾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希望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就给到大家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再次的谢谢孔大哥今天来上节目，好，谢谢大家，谢谢。正在收看 YouTube 的朋友呢，欢迎订阅、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所有财经的影片。自由时事，自由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